能变成手的变形金刚确实不多见，它通体都是硬塑料，没有软胶，你可以跟它握手，但是不建议干奇怪的事儿。惊节天是汽车人战记中原始兽的首领，是动画中的主要反派人物。它的玩具至少有6种形态可以切换，但基本不存在任何变形难度。武器是依靠塑料挤压产生弹射效果，我就不多演示了，毕竟老玩具坏了不容易修复。人形表现相当不错，虽然是美版玩具，但全身还是使用了多处电镀。直接来看变形过程。其实整个把它的全部形态变一个来回就用不了5分钟，各种形态之间的切换也非常的简单，只不过它的齿轮关节特别紧，变形的时候需要稍微小心一点。这个蝙蝠在动画中比较常见，也是所有形态中最不牵强的一种。正面看着不错，虽然背面零件不少，但也没有显得特别臃肿，只不过给人脑袋戴个口罩就变成了蝙蝠脑袋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糊弄。而且因为没有脚跟支撑，所以它并不是特别容易掌握平衡。继续看变形过程。蝙蝠到双头龙的变形更没有什么难度，直白点就是上下颠脑袋处理一下背包就完事儿了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个龙头的细节做的还是真不错，眼睛和牙齿还有舌头都有涂装，稍微调整关节，这个龙也不会显得特别奇怪。双头龙形态其实也算说得过去，只不过和蝙蝠形态是一个毛病，因为是共用脚掌，所以这个形态下的站立也不是特别的稳定。等稍微展示一下，接着看变形过程。给龙头盖上眼罩，再翻折小腿内部关节和膝盖关节。胸口的起落架比较难抠，有条件的可以用一下耳挖勺。这个尾巴的锁定有概率会剐蹭到头部电路，特别讨厌。机身两侧安装上武器以后，确实就显得没那么空了。今天借这个机会，我也统一回答一下关于这个支架的问题。这就是 Europack GEAMK 附带的那个支架，老威和擎天柱都有，它的稳定和承重都算不错。我记得 FT 飞火我也用过这个支架，不过那个重量确实有点难为它了。接着看变形过程。这个车型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松松垮垮，它把该锁住的地方全都给你锁住了。而且翅膀关节特别的紧，因为这个黑紫色涂装的是惊节天，还没有变成那个白色的魔王，咱们严谨一些，只给它变6种形态。当然这也是一个偷懒的正当理由。我看这个火马都重置了，不知道传世会不会重置 RID 的其他玩具，哪怕出几个核心级也是好的嘛，那样我也能多水几期胡说八道的视频。现在变形呢是一只手，虽然这个魔手看上去非常抽象，但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挺像一只手，其实就是把4肢和尾巴都面朝一个方向。不过难能可贵的是还有联动机关，这种一张一合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玩具整个的变形过程都非常简单，但是各种形态严格来说都多少有点牵强，但它特殊的造型和结构也让它的可玩性几乎可以无限加强。做工用料涂装都非常扎实，尤其是2个翅膀展开以后非常漂亮。整体的尺寸不大，全身都是塑料零件，所以并没有特别压手的分量。猜吧，该谁了？